可以从镜子里偷窥一下。很漂亮啊，很漂亮，很漂亮。偷不装。你们两个不要拿着我的粉饼在那儿。怪紧张的。Q 朱一新，距离你等一下上哎，多少字？没算，你自己数一下吧，回去。距离你上次的定制已经过去1年了。在写这封信之前，我先去回顾了一下去年我们给彼此写的内容，想要看看那个时候我们最想对彼此表达的是什么。但是越看越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被你这个走路歪歪扭扭、最爱装傻、卖萌卖可怜的臭企鹅给骗了。真应该把你的大名写在失信名单上示众。是谁之前大言不惭地说一点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生气上？结果在这越来越熟悉的1年里，发现了你更多的一面。不记得是哪次工作结束，从机场回到房间，你一直沉默。小青、小金来找我们玩的时候，正好你在洗澡，洗完澡直接出来，走到床上就躺下了。我们都坐在沙发上，小青，你没有跟我说他们要来。对啊，他们我一出来人都傻了，因为太沉默了，我就说今天晚上要不要来我房间玩啊？结果没想到你这么不给面子，直接就走到床上躺下了。因为你们玩得很开心啊。没有啊，我们没开始玩，我们坐在沙发上，我都在里面听到了。你在里面偷听是吧？没有，你们的开心吵到我了。小青招呼你过来玩，你说太累了，你们玩吧。走到床边问你是不是不开心，还要嘴硬，没有啊。战局持续了2个小时，终于知道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答案。你说我根本就不在意你，因为在飞机上我用你的耳机听歌。不是，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帮我拿东西。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这个没有帮你拿东西，是先是这个原因，然后你还这个样子。不是，人家是说拿了就没法牵你了。好，先不翻旧账。哎，那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我可要寒心了。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都给我哄笑了。过了一会儿，你还要问我是不是很难哄？这个时候我没有说话，但是我觉得你在我微笑中的沉默，你在我微笑的沉默中应该知道了答案。什么难哄的竞争根本不需要竞争，因为你的难哄确实很难。所以刚刚谁说你好哄？是这样，身份地位身份不一样的嘛，你们是难哄，我们是好哄。因为你的难哄确实很难哄。其次，在我这里你不需要和任何人竞争，我的血条也只供你一个人消耗。说真的，你真的是一个赖皮大王，你总是把自己说的话强加到我头上，自己说完忘记了就说没有啊，不是我说的啊。
明明就是你说的，你就仗着我记性不好，口条也不好，你就使劲欺负我。所以我说我要写一个备忘录，把你这些赖皮行为都狠狠记下来。2025年2月21号。我叫朱一新一起晾衣服，他说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是我的家，他说这是你的家，但是平时你都说这是我们的家。哼。2025年3月24号，朱一新和我不是一架飞机，他说没有我的时间，猪猪怎么度过？好吧，好吧，那确实这一段时间有点度日如年喽。2025年3月26号，朱一新说拍摄也想我，吃我买的东西的时候也想我。不同时间的飞机，在不同时间飞机的时候也在想我，我起飞之前也在想我。好吧。好吧，这感觉还不赖，看来我已经在你的脑子里生根发芽，占据领土喽。哎呀，对呀，那边是来了野人吗？啊，不是，他们抓着杆子这样。那边是野人，这边是尖叫鸡。好可怕。好。2025年4月22号，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上海。因为害怕失重，起飞前我捂住了耳朵，朱一新就会摸着我的头。这个时候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2025年4月26号，我们一起追到了烟火，在烟花的轰鸣里，朱一新许愿说，希望以后可以跟我一起看更大、更多、更漂亮的烟火。看着你亮亮的眼睛，觉得要是这一瞬间可以永远定格就好啦。可恶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跑题了，赖皮大王记录失败。回忆起这些画面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嘴角上扬，又在反复回忆的过程里更加沦陷了一次又一次。你不是说要骂我吗？骂你吗？这一年里，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一起拿了金曲第1，一起拍摄了很多 MV， 一起有了我们的巡演，也有了很多可以打上百欣与朱一新2个名字的烙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在彼此的房间里留下了更多属于对方的东西，好像已经习惯了房间里多了一双专属拖鞋，多了一支你的牙刷，习惯了去往对方的城市不需要带很多衣服，习惯了工作结束以后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一起靠在沙发上看剧，答应要一起看的剧也要等对方来了才可以看。但是你到现在都没跟我一起看，太忙了。放屁。
耍赖了，是吧？没耍赖啊。你说让我等你一起看，每次我们看第1集的时候，你就要睡觉。好，房间里放着你买的圣诞树，看着冰箱上我们的照片。你离开时，时不时看到你落下的东西。那天到你房间，看到床上我送你的小狗也有在好好的陪着你。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你，所以遍地生花。喂，120吗？是开心幸福的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没那么确定。比起之前，现在的我们在彼此面前变得更脆弱了，情绪也越来越多，沉闷也越来越多。数不清多少个睡不着的夜晚，或者望着彼此默默流泪，或者嚎啕大哭互相安慰，或者听着电话里的抽泣声无能为力。好几个值得开心纪念的日子，回忆起来好像叹息眼泪比快乐更深刻。这一刻我又不确定了。苛刻的眼光、偏激煽动的话语，时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这段关系中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慢慢，我们也开始容易崩溃，直至麻木。但所幸，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强颜欢笑着跟我说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出不开心的你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愿意在对方面前展现自己的狼狈。也懂得如何接纳对方的负面情绪和倾听内心，了解脆弱，理解不堪。你知道吗？其实这样互相理解的瞬间，也会让我觉得很幸福。说了很多，有开心，有难过，有崩溃，但是说到最后，总是能从各个小细节里感受到幸福。可能因为这些悲伤、感动、幸福的瞬间，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变得更靠近，也真正的构成了现在的我们。还有就是有你，觉得很幸福。我还以为你真的要怒骂我。就是我觉得吧，确实今年我们在一起的
时间更长了，但是好像各方面的矛盾跟摩擦也更多了，可能确实磨合期很难。就是人与人之间磨合期就是这样嘛，是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恶意少一点。就像他刚刚说的，确实节奏太多了，真的让人觉得挺累的。因为本身在这里工作就很辛苦，面对压力本身就很大。然后，说实话，不被影响其实确实挺难的吧。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改变很多，确实挺无力的。但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恶意小一点。好累。我也是，就是跟你在一起，其实真的很幸福。也希望我们的幸福可以延续更久，也可以不用去管外面那些。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差一点听到了，快点，充值要充会员才能听吗？你不要凑进来，你们的头不好看画面。说完啦。很喜欢你。节目响起，就是也希望你不管对什么都再多点信心，就像对你自己自信一样。好吗？好。好的。辛苦你了，这些天陪我练舞。你也很厉害啊，完成的很好。